喺繁忙嘅晚飯高峰時段，呢間位於新加坡薰衣草區嘅老字號粵菜館，因為突如其來嘅電梯故障，打亂咗日常嘅運營秩序。係咪捧上去啊？電梯壞咗，你講，即係咁樣捧上去都辛苦啲咯，都係要㗎。果斷處理完緊急狀況之後，飯店嘅第3代負責人黃家星即刻返自己嘅工作崗位。而家開始做客人訂嘅水晶玉蘭雞啊！用85攝氏度嘅熱水將雞浸熟，之後用冰水嚟浸泡，令雞皮收縮緊緻，再經過細緻嘅起皮拆骨。呢味傳承自阿爺輩嘅經典菜肴水晶玉蘭雞就可以大功告成。除咗水晶玉蘭雞之外，皇家嘅菜譜裏邊仲保留住好多年過半百嘅經典粵菜，好似紙包雞、乾煎蝦碌、桂花翅、佛缽飄香同瓦煲菜等，佢哋至今仍然深受食客嘅喜愛。3、4代嘅人都有嘅，佢哋嚟到仲會同我哋講，我細子、我阿爺啊、我阿爸都帶我哋去嗰度食啊，去舊地都係有時覺得好感動，可以做咁多代嘅人嘅生意，又可以令到佢哋食到嗰啲舊時嗰啲味道。喺新加坡立國之前，喜臨門已經開咗張，一間老飯店，一本老菜譜，傳承3代人。屹立喺異國他鄉大半個世紀。魚咧最緊要睇得硬，牛肉要鮮紅。我細個就跟住阿嫲嚟北室買嘢，佢話買板係最重要㗎嘛，要知道啲食材啊點樣新鮮啊。黃家星，新加坡喜臨門大飯店嘅第3代繼承人。30年前，喺家族嘅期望同阿爺阿嫲嘅鼓勵下，呢位金融學畢業生毅然放棄咗令人羨慕嘅會計師工作，轉移返家族飯店，開始從最基礎嘅打雜同採購工作做起。今晚有佛缽，鮑魚有2隻。採購完食材，黃家星趕住喺10點前要返到飯店，負責品質監督同烹飪指導嘅4叔亦都準時出現。2叔侄嘅日常工作重複住前輩嘅節奏。我都81歲啦，我照做啊，入廚房跟下眼啊，出入啊，收下錢又係乜都做啦。喜臨門大飯店嘅傳統手工菜聲名遠播，少唔到4叔嘅貢獻。不過講到佢嘅前身，其實係專門做燒臘快餐嘅走鬼檔。即係戰爭啦，我阿嫲咧就翻嚟中國啦，咁我阿媽咪即係賣燒臘養大我哋咯。黃家星一家嘅幸福係要歸功於阿嫲嘅勤勉同阿爺精湛嘅廚藝。正係阿爺當年將地道嘅順德瓦煲菜引入餐廳，新加坡先有咗首家可以品嘗到正宗廣式瓦煲菜嘅餐館。可以講佢獨家首創㗎，成30幾種瓦煲菜。喺資深粵菜師傅手裏邊，萬物皆可備瓦煲。不過以往嘅瓦煲菜多數係出沒於市井街坊嘅家常飯台，直到上世紀80年代，瓦煲菜中嘅啫啫煲喺一眾大排檔當中成為當家花旦。你家先6號啊？6號啊，6號一個啫啫煲啊！喺用餐高峰時段，4叔總係喺廚房同餐廳之間來回忙碌穿梭，從落單到出菜，每個細節佢都細心監督。有一陣黃家星就負責烹製。瓦煲菜嘅製作咧，最緊要注重嘅咧係控火候，水咧係個份量要落幾多，同埋煮嘅時間。你唔好睇咁簡單喎，瓦煲有爆香，有啫啫煲，又有燜嘅喎。瓦煲菜嘅靈魂在於揭蓋就噴湧出嚟嘅焦香鑊氣，要逼出呢陣鑊氣，瓦煲溫度就要夠高，令熱油同料頭好似乾柴碰烈火，將薑葱蒜等料頭中嘅香氣撞出，形成濃郁香味，然後
將主料放入燒到喳喳響嘅瓦煲裏邊，高溫之下，食材表面迅速受熱焦化，內部水分被鎖住嘅同時，亦激發咗美拉德反應。炆魚啊，又有炆牛腩啊、炆海參啊，呢啲都係炆嘅。最大嘅區別咧係汁多，啫煲係汁少。無論係炆煮定係啫，瓦煲菜喺上台開蓋之前都保持住相對密閉嘅高溫狀態。當喺客人面前揭蓋嗰陣，香氣即刻騰空而起，直衝鼻尖。忙梗係40-50煲，如果唔繁忙嗰陣，唔知有時都10幾煲咁樣。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. 餐飲人每日都食無定時，收咗工，第2代同第3代家族成員聚埋一齊，開始不定期嘅試菜同品味嘅檢驗環節。咁你哋試下今晚嗰啲菜啊，睇下啱唔啱味道。我就覺得呢個可以加豉咯，少咗個紅蘿蔔絲喺度。個點綴啊喺度，色香味顏色排第一啊！肉蘭雞啦，油浸筍殼啦，八寶鴨啦，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個世紀嘅菜式。所以你而家兩兄弟就要堅持落去，越做越好，仲要超越過阿爺。呢個係阿爺嘅希望咧，我冇呃你嘅，繼續努力。OK。而家夏天，我通常咧差唔多6點鐘開始上班，冬天嘅時就4點鐘上班。喺過去嘅5年裏邊，陸定全肯定係橫濱中華街上起得最早嘅華僑之一。佢每日嘅首要任務就係要幫門前嘅售賣機補貨。每種啊，差唔多出10個左右。我哋嘅產品咧，而家有7種左右，全部都係手工做㗎啦。喺日本街頭，自動售賣機就好似微型便利店咁普及，主要賣水同零食。陸定全將自己製作嘅點心引入其中，創造性咁打造出全日本首台專門銷售廣東點心嘅自動售賣機。日本嘅習慣文化入邊有嗰個自動販賣機，我哋自己嘅手做嘅產品可以喺自動販賣機買得到，所以我哋成功咗啦，中華街第一。作為日本橫濱中華街大珍樓嘅第3代繼承人，陸定全5年前將事業重心轉移到大珍嘅手工點心製作上。佢喺中華街嘅屋企開設咗一個手工點心嘅生產作坊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7點鐘過嚟一個人，早行。我哋負責做皮，好緊要嘅地方就自己做。攰少少，但係冇辦法啦。日本我請唔到人，工位唔夠人，老闆頂。呢個係日本食品生產作坊嘅常態。除咗專注喺手工點心嘅生產、推廣同銷售渠道嘅鋪設，陸定全仲需要協助阿爸同細佬經營管理住由阿爺阿嫲創立嘅大珍樓。大珍樓就喺日本嘅中華街已經過咗啦77週年啦，我就係第3代做。喺嗰個背井離鄉、勇闖天涯嘅年代，好多華人以菜刀、剃刀、剪刀呢3把刀作為佢哋喺海外謀生嘅主要工具。陸定全嘅阿爺阿嫲從佛山高明遠渡重洋嚟到橫濱中華街，靠一把菜刀開設咗主打老廣味道嘅大珍樓。爺爺就係草取，媽媽呢早包出嚟賣店嘅地方，講唔到日本話啦。從阿爺到爸爸，再到自己接手，同當年唔同嘅係，今日嘅大珍樓變成咗以粵式小炒為主、飲茶點心為輔嘅特色廣東料理店。咁已過天命之年嘅陸定全，點樣喺繼承祖業基礎上開創另一番天地呢？
點心手工作坊順利運作後，陸定全仲需要親自承擔送貨嘅任務。佢要趕住喺上午10點鐘前，將客戶預訂嘅包點送去酒店同商場。ございます。すいません。検品お願いします。結構人がいるから売れちゃってますね。だいぶね。啊，そうなんですね。我哋服務就係自己擺。今次做咗20箱嘅芝麻球，仲有包嘅少少。呢度啊大黑嘅地方就搞掂啦。跟住去下一個。自從陸定全將大珍嘅廣東點心業務擴展之後，佢嘅生活節奏比5年前只係負責管理大珍樓嗰陣快咗1倍。係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多中華街嘅間房又可以賣我哋嘅點心啊！但係咧而家好少啦，搞掂啦，咁多啦。家族餐廳嘅傳承，既係使命，亦係責任。喺咁嘅壓力下，令到陸定全必須要喺老闆同員工角色之間不斷切換，每日工作超過12個鐘。黃師傅，今日有同鄉會嘅宴會，有冇好特別嘅嘢？可唔可以出嚟？要學明同鄉會即將要喺大珍樓舉行，陸定全同廚師討論同鄉會嘅菜品安排。佢希望師傅可以推出一啲能夠帶有老廣風味嘅懷舊點心。呢個豬肝燒賣我都未食過啊！豬肝入邊包燒賣咧，就本地人仲唔係咁容易接受嘅。呢個豬肚咧，日本人都好少食。希望咁樣嘅嘢，同日本人大家食好食嘅嘢啊！喺過去40年裏邊，隨住中國文化喺全球嘅影響慢慢擴大，中國料理特別係廣東料理喺日本街頭迅速崛起。不過，好少人知嘅係，100年前喺日本嘅中餐主要面向低端食客，係以大份飽肚為特色嘅。以前日本人都一樣啊，冇錢，為生活可以討飽嘅嘢，就麵啦、飯啦、包啦、燒賣啦咁樣啦。呢種情況到咗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改變。隨住種類繁多而且外觀精緻嘅廣式茶點一宗兩件喺日本流行之後，日本人對中國料理嘅睇法發生咗根本性嘅轉變。改變咗嘅最大嘅地方就係粥嚟㗎。呢個粥啦，日本人咧通常病咗嘅時食嘅嘢，喺中華街開始做粥。日本人都中意食粥啊！廣式茶點品種豐富，但唔係所有款式都可以俾日本食客廣泛接受。黃師傅決定利用呢一次同鄉會嘅機會，製作一啲懷舊風味嘅點心。呢個係個豬潤燒賣個餡，食材嚟講係蝦啦，跟住就係肥肉啦，跟住杞子啊、馬蹄啊、呢個芫茜。為咗適應日本消費者嘅口味，黃師傅將傳統嘅豬潤燒賣做咗改良。佢用蝦滑嚟到替代豬肉，並且巧妙咁將豬潤包喺蝦滑裏邊，令到蝦滑爽脆口感當中爆出豬肝嘅嫩滑多汁，鮮美異常。着重個口感，就唔係話好着重食嗰嚿豬潤嘅味道。牛肉球搭配枝竹皮，豬肚搭配白果，排骨搭芋頭，牛仔骨搭蘿蔔。喺廣東茶點裏面，食材搭配極為講究。呢啲搭配最初並唔係刻意去選擇，而係源於對底層食材嘅物盡其用。山竹牛肉球咧就係電枝竹，如果係食冇指明嘅嚟講咧，咩都可以嘅。西洋菜底又得，青豆又得，有皮有芋頭，因為啲咩都會墊落去嘅，咁物盡其用啦。以前咧就係比較會係將嗰個成本咧就冇咁高，要下邊咪要墊啲嘢上嚟攏上嚟，咁啊大體啲。呢種細眉細眼處嘅搭配，完全體現到老廣勤儉持家、物盡其用嘅特點，創造出獨特嘅口感同極致嘅美味。腰面學嘅配用，大家好。今日咧，我哋好出特啲嘅點心。華人同鄉聚會，聚嘅係兄弟情，會嘅係故鄉味。
傳統嘅家鄉風味點心先至係異國歡聚嘅最佳搭配。我哋嗰個出嘅點心咧，好傳統嘅嘢。好食嘅話，我喺日本出呢個點心啦。我中意呢個。呢隻就係白果豬頭，好食啊！個排骨咧，下邊嗰啲芋頭啊，呢個牛仔骨下邊嗰啲蘿蔔豬肚下邊嗰啲白果啊，都好好味。好少機會冇咁嘅機會俾咁樣食。係啦，呢啲真係傳統嘅北京珠江燒賣好啊！推出嚟。喺異國他鄉嘅同鄉會，唔單止係維繫情感嘅紐帶，亦係傳承鄉音同分享鄉味嘅平台。身在異鄉可以食到家鄉嘅美食，係一種珍貴嘅幸福體驗。距離佛山300公里外嘅廣西恭城，貝榮寶好似平時咁入到自己屋企嘅果園。78歲嘅老漢有自己嘅生活哲學。不做事的人，不出汗的人，身體不當好的，還是做一點這個勞動好一點的，不用那個年輕人的掛身啊，收入的是其次的，有這個零錢花一點，不用問後生他們要錢啊。老輩而家捶打製作緊嘅係恭城人離唔開嘅一味四季飲品油茶。這個油茶呢，解困提神，累了我就回來打一點油茶吃，我一天呢吃了3次4次，很好的。恭城油茶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唐代，當地窯包食油茶驅除濕氣。千年傳承不改，味道越嚟越醇厚。油茶早已經成為姚家嘅招牌。由大山入到城市，茶搭子都越嚟越多。油茶嘅最終進化版本都離唔開火鍋，尤其搭埋本地人認證嘅最佳拍檔豬三鮮。微苦嘅茶湯同土豬肉、豬粉腸、豬肝相遇。再次煲滾後撈出嚟，豬三鮮爽脆嫩滑，再倔強嘅腥臊味都俾油茶劈到乾乾淨淨。油茶火鍋想要出類拔萃，必定係油茶要打得好，而咁地道嘅風味就收埋喺重重大山裏邊。千百年嚟，瑤族人民喺呢度繁衍生息。佢哋順應濕度大、日照時間短嘅地理條件，種茶、採茶，用自己嘅方式嚟製茶。將有開口嘅生鐵厚底鑊燒到興，加少少油潤鑊，茶葉、花生、蔥頭、薑、蒜陸續落鑊，用7字形木錘反覆捶打油搓。廣西各地都有油茶，但只有恭城油茶先至會放花生碎入去減少油茶中嘅澀味。當鑊裏面嘅食材捶成蓉，輕輕黐鑊，並且喺鑊底出現一啲焦殼嘅時候，馬上沖熱水入去。茶葉嘅清氣、薑嘅辛辣、花生嘅酥香即刻被激發出嚟，成屋都香。加鹽，繼續攪勻熬煮。當茶湯變成黃綠色嗰陣，用茶葉格濾出嚟嘅茶水就係油茶。靚嘅油茶可以熬到5、6煲出嚟，味道從濃烈變到清淡。打好嘅油茶可以根據個人口味加炸米、麻蛋果等配料，夾埋蔥花、芫茜嘅香味，帶住薑嘅熱辣口感，先苦澀再回甘。1碗解渴，2碗暖身，3碗提神。土生土長恭城人，點都會有幾個瑤山裏面嘅親友，貝榮寶當然都唔例外啦。那個Canton的這菜幾好的。哦，小麻可以喎。是啊。呢菜有嚟㗎喎。同城市生活嘅疏離唔同，鄉鎮嘅日子
少唔到親戚朋友嘅互相幫襯，分享農獲係大家增進感情嘅最佳方式。白露時節嘅鮮嫩茶葉同清明茶、谷雨茶一樣，最啱做油茶原料，因為係喺桂花飄香嘅時節採集，當地人就叫佢桂花茶。有男生要好看，但是人家仲要藥，好多人要嘞。像我哋話是楊梅茶葉是最出名的啦。是啊是啊。新鮮茶葉唔等人，要即刻處理。老輩夫婦打起咗混雙。炒茶要用文火慢炒，俾適量嘅水，可以幫手控制鑊溫。把這個油茶不同，那個泡茶，這個油茶葉呢，那更香味好一點，濃一點。經過翻炒，茶葉逐漸凋萎，可以出鑊。最終品質好唔好？呢個手法好緊要。喺輕柔而有節奏嘅用力下，茶葉細胞被破壞壓碎，擠出嚟嘅茶汁黐喺茶葉表面，咁就有咗濃郁嘅茶香。做好熱啦吧？熱啦，幾好好啊！自己茶葉爽身。而呢批茶葉會喺爐膛嘅餘熱中慢慢烘乾。兩老會留到細路返屋企再用。11月底，攻城嘅地標美食柿熟啦，十里八鄉都忙住採摘，採柿嘅、買柿嘅，柿林裏邊好熱鬧。老輩都等到好幫手嚟啦。就是嗰啲賣雞肉啊。其中有快遞錢、快熱錢，鍋子價錢蠻好，餅子價錢也可以。3個兒子，老大是殺豬的，老三上班的，這老二在外面做工的，他回來這2天。果子多了就回來幫摘一下，不要還種這麼多了。二仔輩為曉，今年都仲係第一次返鄉下，難得返嚟，梗係幫阿爸做多啲嘢啦。大哥輩為東，每日都忙緊屠宰場嘅嘢，雖然幫唔到阿爸照料果園，但每逢年節或者家庭聚會，都一定會揸鑊。我想吃火鍋油茶。全有山水油茶的。油茶都仲要老輩親自嚟打，平和嘅心情加埋持久嘅耐性，60年功力打出嚟嘅油茶，先至係家嘅味道。油茶的要水滾要過頭辣，炸青油茶香啲，知道吧？你明年做茶葉的時候帶我也去了。記得喎。你咪打油茶嘅貢獻啦，好啊。等你老了我就打給你去。難得聚餐，自然要打油茶火鍋。這是我早上自己殺豬過來的。一大個豬肝，最小的那也叫做子肝，子肝要嫩一點點，好吃一點。這樣它兩邊有油的叫做雙白腸嘛，特脆。這個里脊肉也比較嫩，隨便怎麼煮都好好吃的。豬三鮮足夠鮮嫩，切好之後，只要加入薑絲、鹽、食用油撈勻，就可以等住同油茶會合啦。準備好了，可以了。成棚人食飯，要做多幾個餸，就算係手腳麻利嘅貝維東，趕頭趕命都趕到天色入黑。俾你烤肉，一家人共聚一台，油茶要先飲。從懵懂孩童開始，油茶就好似一個老朋友一樣，陪伴喺每一個工程人身邊。飲夠油茶，再繼續油茶火鍋。呢個時候先輪到豬三鮮登場。這個特地留給我，3歲的湯姆，來，順口味濃，帶啲澀，有回甘，複雜嘅味道喺舌面交纏，綿綿密密，難解難離，就好似關於家嘅隱喻，彼此照顧，知足常樂，或者就係一家人幸福嘅真諦。
今日嘅收工有啲唔同，一收就係長達3個月嘅休時。夏季鯪魚品質唔係好好，14年前2位魚蛋火鍋店嘅老細決定，與其空耗燈油火蠟，不如秋風起，再戰江湖。有一季啦！天氣開始涼，終於等到開工。徐富添一早起身去攞貨。我一般都係4點5點鐘啦，50分鐘左右啦，過嚟呢邊。呢邊咧佢生水多啊嘛，所以佢嗰個魚嘅質量係比較好啲嘅。得啦，都打啊！有幾大條到啊？佢有斤嘅。啱啦，我哋都啱用大條咧，就係冇用。夠啦，得夠啦！哇！工人個個都練就徒手快捉嘅絕技，2個幾鐘頭，近1000斤魚已經收網，總算輪到添哥收貨。好，153生檸皮。啊，153檸皮，揀受乾皮嘅嚇。好。喂，氣堂晏咗少少啊！好攰啊，今日。湛江雷州半島依偎住廣袤嘅大陸，胸懷住蔚藍嘅大海，就好似一條騰躍南海嘅巨龍。每逢4月，半島4周青鱗魚群最豐盈，風平浪靜嘅時候，正係撒網捕魚嘅黃金時刻。晚上10點，陳小剛收到啟航嘅號令。哎呀，3更半夜出去真係唔容易。唉，又要聽晚先翻嚟啦。夠啦，收咗嘢啦。哎呀，嚟啦！黃飛虎係當地聲名顯赫嘅船老大，40餘載與海共舞，對魚訊嘅韻律了如指掌。凌晨5點半左右，黃飛虎再度揚帆，開啟咗新一日嘅作業。這個是探魚區，這個是雷達啊，下雨可能能看到清楚外面。探魚區現在看到清楚海底有什麼魚啊？憑借住多年捉魚移捕嘅經驗，黃飛虎喺探魚器屏幕上敏鋭咁捕捉到青鱗魚群嘅蹤跡。有新郎魚，準備下網，大魚群密密麻麻都是。巨大嘅魚網撒入波濤，緩緩展開，就好似一個石大嘅袋向魚群撲過去。4個半鐘頭啦，準備洗碗啦。起。我們下網的時候有看到應該有那個青鱗魚群，現在起網了，好期待。從落網到收網，一趟要忙成6個鐘頭，循環往復，辛苦而單調，但正係老廣同大海共生嘅日常。簽的通通是水母的，沒有買到錢，快綁了。魚這麼大，我們做本地的應該得送魚吧。春末，北部灣嘅海蜇汛期漸入尾聲，不過石磨咁大嘅海蜇並唔係漁民想要嘅獵物。我們真的期待到了我們的青鱗，看這青鱗魚呢，它有個特色，它背面呢都是青色的。青鱗魚又叫青鱗小沙丁，係飛魚家族嘅一員，係沿海漁獲當中不可或缺嘅品種。新鮮嘅青鱗魚，魚鱗喺陽光底下閃爍住金屬咁嘅光澤，隨住光線嘅流轉，變幻出斑斕嘅色彩，就好似一幅山水畫咁。新鮮嘅青鱗魚有住獨特嘅風味，用麵粉喺魚身上薄薄咁塗一浸，將青鱗魚落鑊，炸到兩面金黃，就大功告成。漁村春日嘅閒暇時光，就有咗香酥鬆脆、內裏嫩滑嘅美食。食多咗炸物容易熱氣，
於是當地人將葱頭、蒜頭等輔料鋪喺底度，青鱗魚喺上面排排坐，將清水浸過魚背，細火收乾咗水，等魚鮮味一陣一陣咁飆出嚟，青鱗魚就煲好咗啦。青鱗魚喺當地最傳統嘅食法就係魚具。響了，出來啦！這個是10年前埋下去的，你看，在古時候呢，大戶人家家裏來了，都是用10年以上的遺跡來做嫁妝。陳小剛喺武漢大學畢業，曾經喺服裝行業做設計策展。2020年返到鄉下，要用清水搓洗，把這個髒的或者其他的地上的螺類要把它清洗乾淨。我是一層魚，一層鹽，就把它鋪平。喺雷州半島，嗰啲經年累月風化嘅熔岩，轉變成咗透氣性極佳、酸黏有度嘅磚紅樣，係製作漁具不可或缺嘅天然拍檔。揭開個蓋，目之所及嘅係一層棕黑色嘅膏狀物質。我們先看到最層嘅是遺跡的魚油。魚油被揭開嘅一剎那，濃郁嘅腥臭味即刻飆出嚟，就好似當頭一棍可以打懵人。呢陣味，有人非常受用，有人避都避唔切啊！金黃金黃的，我很喜歡這個味道。經過長時間嘅發酵，魚肉同內臟早已經化為深棕色嘅糊狀，淨係得返魚骨同鱗片可以認到出嚟。魚具既可以做菜嘅配料，亦可以作為食材嘅蘸料。普通嘅白切土雞，點一啲魚具，肉香中就透到海味嘅鮮出嚟。甚至係平平無奇嘅一碗白飯，有咗魚具相送，滋味都即刻順口咗起身。魚具睇起身醜，但身價高。我們當地人叫它血滴滴，用它嚟做菜是一級棒。魚具嘅最佳拍檔係花腩，花腩切成薄片，同魚具一同投入砂煲嘅懷抱，中火慢煮。熟晒出煲嘅時候，撒一汁蒜葉，哇，香噴噴！呢個時候仲等咩？即刻嚟一碗熱辣辣嘅白飯啦！同樣家常嘅仲有魚具炒芋梗。芋梗焯水，將蒜蓉、蝦米、扇貝爆香之後，倒埋芋梗入去翻炒，最後加清水同魚具調味，煮滾之後轉到瓦煲內慢火煮透。芋梗吸飽咗魚具嘅鹹香，咬一啖，鮮汁四濺。春末嘅夜晚仍然有啲亮，海平面遠方捕撈魷魚嘅漁船燈光璀璨，照光咗半個天空。沙灘之上，魚躍歡笑聲交織住漲潮嘅海浪聲，襯到世界廣闊，前程明亮。粵西嘅海岸線喺茂名港形成咗一個內灣，造就咗水東灣呢一片寬廣嘅灘塗。水東灣中心分佈住幾個沙洲，有人喺沙洲上挖塘壘壩，於是潮水每次退去都會喺壩內留低一啲海鮮。梁慈兄等嘅就係呢個時候。我們壩裡面放了有20條網龍。我右手是海白蝦，左手是泥蝦，小的放3這些小，這些丁子小魚，直接放了。哎，走吧，回家，走媽媽。還有騰雀，哎呦，咬一口啊！哦，釣它上來的話。梁慈兄土生土長嘅資深漁民，曾經喺餐廳裏邊遞過碟，喺建築工地搬過磚。神奇嘅係，自從開咗直播，
曾經比較目睹嘅人，而家係傾得講得嘅主播。短視頻啊，鍛鍊了我啊，跟人家交流啊和口才等等啊，面對生活啊都是很甜蜜蜜那種感覺吧，很樂觀咯。這裡有估計有6斤左右。佢嘅真誠都吸引咗越嚟越多嘅粉絲。今日嚟自長沙嘅網友常玉榮就帶住細路嚟到海邊，同梁慈兄一齊挖蟹。那紅樹林嘅旁邊有那些小蟲洞嘛，那裡有嚟挖。那就今天青蟹多多啊！夏日傍晚，正係挖蟹嘅最佳時刻。鋸完青蟹，最中意水流平緩、富含有機物嘅淺海內灣、灘塗同江河口。喺炎熱嘅天氣裏面，青蟹會變得更加活躍。青蟹最叻挖窿匿埋，大隻嘅青蟹挖嘅窿就更大，但係更加難揾。就算梁慈兄經驗豐富，都用咗唔少時間先發現一個較大嘅窿。他現在在家，他挖的那個泥，這裡這個洞嘛，看他挖出來這個泥新新的，對嗎？跟這個舊泥不一樣。應該在家。他的板子浸在這裡啊，像人家小白野一樣嘛。我們內地的向往這個海邊上，小孩子放假就一起過來體驗一下。這個小池要挖這麼深夠了吧？基本都是1-2米，在特別的3米都比較偏少。用木棍看一下。挖青蟹多少有啲撞彩，窿裡面係咪真係有青蟹？未到挖開嗰一刻，邊個都唔知。有貨有貨，沒有白挖，有貨。哇，小朋友啊，看，小水叔叔抓一個大青出來給你，看，真的是有半斤啊！很大的洞了，我看，在這裡要動工。到後了，碰到它，慢慢哦，還不敢出來呢，在這裡卡緊。9、8都看，個零星出來玩了，比我的領的還大，有1斤左右呢。鮮蝦活蟹係深受老廣追捧嘅人氣食材。喺汕尾，鮮活蝦蟹會被做成乾醃鹹貨，其中蝦仁就最搶手。用冰生凍幾分鐘，去殼就方便多了。蝦仁醃透冷藏之後，其中嘅微小水分處於半凝結狀態，口感軟糯有彈性。啱啱入口嗰陣係鹹味，之後一絲甘甜就會擠出嚟，好似一個細細嘅鮮味炸彈。大青蟹係海鮮裏面嘅當家花旦，當地嘅傳統做法係糖水蟹，熱鑊放油，青蟹斬件落鑊翻炒，淋啲白酒提香去腥，然後加水浸過青蟹。放埋薑絲紅糖煮滾佢。雄鷹的營生就是這樣。糖水蟹酒香絲絲柳柳，甜味清清爽爽，一啲都冇想象中咁流。除咗蝦蟹，水東灣廣闊嘅灘塗上，仲有一種海鮮，係喺當地都好少見嘅珍品。看着現在有水。到橋底下，等它退潮了，就抓一種魚。抓這種魚要用到冰扒。夏末每個月2次嘅大潮喺傍晚嗰陣離開，岸邊潮水啱啱退，已經有人開始喺灘塗上尋寶。潮水退盡，係時候開工。收穫一條，做一條幹。太小了，我們就把它放了。
又一条快，哦，它想跑回家，看，它的尾巴一插就进去了，看，它就慢慢的跑下那个泥沙里面。体型细长的，我們當地叫做米線子。梁慈兄所講嘅米線子係隱鰻中嘅一種。隱鰻好細，最粗都不過手指尾咁大，掹直之後又好似一支筷子。有一條，它一般的在3-4公分左右，基本都長不大。我挖到出5-6公分，看如果有的話，它慢慢跳出來的。佢哋中意食各種小貝類，所以喺貝殼多嘅灘塗，經常都可以發現隱鰻。這裡是那個貝殼啊，或甲那養殖區，所以啊，那個米線組在這裡生活。一下就又裝進去了。像這些米線組的抓它的時候要快，要用力，很快又抓，用力又逮住了。隱鰻至今都冇人工養殖，全靠漁民野外去揾。在我們當地市場裡面的話，80塊錢一隻。梁慈兄今日運氣唔錯。今天過來挖了2個鐘，看有2斤多了。隱鰻係水中隱士，要揾佢唔易，但上好嘅食材同人分享更加快樂。鑊熱油滾，隱鰻落鑊，翻江倒海間，直到外皮泛起焦黃，香氣四溢。呢個時候，焦圈洋葱加入戰局，一輪翻炒之後，起鑊上碟。隱鰻經過高溫油炸，肉質緊實又香氣撲鼻，成為聚會中舉杯暢飲嘅主角。老廣中意湯水。隱鰻同當歸一齊煲，鮮甜又滋補。先將隱鰻煎香到微微金黃，淋啲白酒去腥提鮮，加入清水同適量當歸，煮到當歸嗰陣藥香味飄出嚟，湯就可以不入碗度。奶白色嘅濃湯，香氣氤氳，唔使講嘢，只要試一啖。口中嘅鮮味好似識跳舞咁。放一點鹽粉下去，生粉加啲鹽調味，用適量嘅水攪成麵糊，等每一條隱鰻包勻，就可以落鑊，細火慢炸到金黃酥脆。脆炸隱鰻外皮酥脆，內裏魚肉嫩滑，鮮香滿口。傍晚。小鳥投林，家人齊聚，細細嘅庭院充滿溫馨氣氛。小孩子的那個嘴巴跳笑。趕海、短視頻，兩者睇落去風馬牛不相及。當佢哋喺梁慈兄嘅生活中交織，就成為咗一場傳統與現代嘅邂逅。喺水天一色嘅舞台上，成為咗故事嘅主角。